你知道吗？台积电上一个月已经狂涨了23%，就在我们上次分享了台积电的股价的时候，有没有看？但是 Coach 认为台积电跟 NVIDIA 还可以3倍它的股价，不相信的现在可以划走。如果相信的话，就听我们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专家到现在还是认为 AI 有可能是一个大泡沫，觉得投资下去就是打水漂。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如火如荼在投资 data center 做 AI， 不过好像没有看到回收的机会。对，到底怎么赚钱？对，到底怎么赚钱？好像没办法赚钱。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间公司叫做 Palantir， 看看能不能改变你对于 AI 投资报酬率的看法。好，我们在讲 AI 投资 AI 报酬率之前，先要了解一下 AI 的进程可能会怎么样。但因为想象未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们从历史，好吧，就过去其实有2个非常大的浪潮。好，那基本上这个2个浪潮可以让我们对于 AI 上面有一些想象，对，类比。所以第一个呢，当然就是网际网络的出现，是跟上一波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智慧型手机。对，那这些发展呢，刚好都有3个阶段。第一，网络呢，当然就是要先有基地台的建设。对，或者一开始大家在吵的可能是讲说，我要做这个光纤网络，对，到底能够网络速度多快嘛？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块呢，就到了电信服务商，中华电信啊，台湾对，或者美国 AT&T， 对，他们就是要让这些网络的价格能够变成一般民众可以负担的价格，它才会普及化。对。第三呢，假设在这些普及化了之后，就会催生一些根据网络产生的应用，雅虎啊，对，那些入口网站啊，然后一步一步进到后面，有 Google 的搜索引擎啊。当它这些公司出现之后，商业的效益由网际网络带来的 GDP 成长，对，就会反映在整个 overall 经济上面。其实真正大家百花齐放在第3阶段，对，第3阶段，智慧型手机其实也是完全按照同样的逻辑，只是它的第一步基地台是手机，第2个阶段呢就会是出现有应用商店，然后完了之后就会又催生应用，真的留下来的应用，对，厉害的应用，对，比如说最有名的Facebook 啊，然后或者是现在大家抖音一响，父母白按。我们回到 AI， 现在呢刚好在第1阶段、第2阶段过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1阶段其实是资料中心卖资料晶片的，做伺服器的。第2阶段呢，就是当这些资料中心好了之后，云的服务商要提供云的运算，对，然后 AI 的运算，然后或是储存。下一个问题就在于 AI 的运用是什么？大问号！真的让人百花齐放的时代，对，到底来了？那我们来先听听仁勋哥怎么说，马上就来的下一波，就叫做企业 AI， 真的可以赚钱的。对，这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 AI 的投资报酬率是怎么样？我们就在企业 AI 这里挑了一间神股 Palantir。Palantir 是一间怎么样的公司呢？一开始成立于2003年，有2个投资人，一个叫做 Peter Thiel，另外一个是 Alex Karp，然后还有一个他的技术人员 Stephen Cohen， 在911事件之后创立。我们先讲一下 Alex Karp， 他现在是公司的执行长，对，他基本上也算是一个邪教的人物，对，他讲一些很有争议性的言论，但是大家还是都是坚信不疑，所以这间公司也充满着信仰，对，信仰一般的存在。对。好，第2个投资人 Peter Thiel， 他也是共同创立了 PayPal 帮，所以 PayPal 帮比较著名的恶名昭彰的，像 Elon Musk 像陈时俊YouTube 后来创办 YouTube。911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他们希望能够帮助美国政府能够找到坏人。所以 Palantir 这间公司一开始他们做出来的一个平台，对，叫做 Gotham 高谭市，锁定那个运用的人就是美国的政府。那如果再更聚焦一点，其实就是包含军队啊、FBI 啊、CIA 啊、陆战队啊、疾病控制啊，因为这些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数据。那他们做了一个平台，就是能够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整合，能够更快的找到可能的坏人，就是一个 killer application， 就是真的杀手级的应用。如字面上，它帮助美国国防部整合不同来源，寻找刚刚的威胁目标。对，然后包含海军陆战队在阿富汗部署它的，就是这个分析工具，对，分析工具，对，所以就可以找到路边有炸弹啊，或者是去分析讲说有哪里可能会被恐怖攻，对，会被攻击，对，所以就是有些预测，它也可以帮就是 FBI 或是 CIA 能够找到可能谋杀美国海关人员就是的贩毒。对，到底 Cartel 甚至可以像追踪骇进达赖喇嘛电脑里面的骇客。其实，在2020上市之前，所有的产品跟解决方案，主要就是为了刚刚那个政府。对，所以他们比较偏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全方位的服务商，对啊，所以他们就是针对整合政府各个不同部门职能的数据，他们之前没有上市之前都没有什么短期财报的压力，可以讲说，我要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做哪一些研发的投入，所以它的那个解决方案是可以很深入，但这个好处就是它的粘着性极高，因为它解决的问题不是为了要跟股东交代，
那他们现在到底提供什么服务？刚刚已经讲了，第一个平台叫 Gotham， 它主要是面对政府；另外一个新推出的平台叫做 Foundry， 对象是商业的客户。对，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平台？因为数据上面还是会有一些 privacy 的问题。因为政府的数据可能需要更高规格的去对待。那他们到底是解决了什么痛点，让政府跟企业的用户都想要找他们呢？大数据，Big Data， Big Data， 因为现在 data 越来越 big。对，大家狂存有没有？手机那个记忆体不用钱一样一直拍。因为从网际网络开始，大家也知道数据的重要性，他们觉得这是有价值的，虽然不知道怎么用，对，不知道怎么用，但是就存起来就对了。所以呢，像你看到这个10年结束啊，全球储存的数位数据总量将增长620个 ZB， 复合年成长率是28%。但储存完了之后，遇到下一个问题了。要拿来干嘛？所以现在大家的共同问题就是怎么样让这些数据能够帮助所有企业或政府做更好的决策，实际上可以让你的效率或是产出有很大的改进。大家存的资料里面有很多是不同的来源，对，不同的格式，然后这些东西没办法互通。其实这个会是企业或政府他们碰到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资料量很大，另外一个是资料很杂。对，很杂。Palantir 的平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那 AI 呢，其实基本上有2个最大的里程，一个就是自然语言的处理。NLP 对，另外一个就是大型的语言模型 LLM 对，那这个其实都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去训练。然后之前我们有很多集稍微介绍了一下有哪一些大型语言模型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所有企业里面除了资料分散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结构性的资料，一部分是非结构性的资料。结构性的就是讲说，我其实已经在资料库里面，它是可以共通的，你可以去分析，可以分析。可是其实这只占了2成，对，平均来说是占2成，另外8成。都是有些，比如说纸本，然后或是不只是文字的格式，语音的格式啊，比如说你很常被录音啊，对，因为我很常被录音啊，不同的方式去储存资料，你很难做一个整合，在过去上，现在有了大语言模型，其实它就可以分辨你进去的，比如说你 scan 了所有的文件，上面不管是图啊，图片上面的文字啊，然后声音、影片，全部都可以摘要，对吧？所以其实这一个功能。再结合它的平台，就可以提供它整合资料的解决方案。提取数据完呢，进入最重要的一部分，叫做 ontology。Palantir 它就会派一些 consultant 跟各式员工问他说，当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会看哪些数据做 decision？ 人为的 controllable 也都收集起来。所以当他们知道说，如果每个人看这些数据会怎么样去做决策之后，把它放回这个他收集的数据库里面去训练，主要这个流程就是帮助客户去 map 人工的决定的流程，然后搭配他系统里面所有的数据，可以自动推荐一个解决方案。它其实不是取代人类，它只是把分析、整合、整理的这个工作大幅度的简化，还是透过最后人可以去做最后的决策判断。当你把那些数据全部都简化了之后，它在做决策的品质上面也会提升的非常多。这个整体啊，就是 Palantir 这个平台怎么样帮商业，你看从效率、人力投入，然后跟做正确决策，其实这不只是降本，它还可以增效。好，我们很快分享一下2个商业上的例子。所以第一个是能够帮助医院在报酬率上有蛮大的提升。他们用了 Palantir 的平台之后，医院就可以自动决定住院或是门诊是哪一个是比较好的方式去接收特定病人，就是病床要给谁。对，可以整体帮助医院运营上面的效率有很大的提升。在工业上面也有一些用。对啊，像是Trinity 做那个火车，对，火车公司，他们要找到钢材，他们很重要的原料，不管是库存啊、采购啊，其实价格第一会变动，采购流程偏长，所以怎么去控制这件事情，就是透过 AI， 透过过去的数据跟他们内部的数据，可以做一些更好的预测。对，以前可能是采购脑子里面的直觉，对直觉，但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样，数据都是散落在公司的各处。整合之后呢，他们就发现，第一，改善了准时交货率，也改善了营运资金，然后以及停机的时间，等于说全部的数据都串在一起。执行更有效率，这也大幅的增加他们的收入，降低了他们的成本。那它到底是不是一间好公司？哎呦，好问题！所以我们也跟 Coach 直接问了这个问题，从2个角度去跟大家分享。第一是这里的潜在需求到底大不大？我们觉得长期里它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它的平台其实有 Gotham 跟 Foundry 一大堆数据，都需要透过 AI 的力量去整合，跟去提供一个更好的洞察。所以这个需求只会越来越多，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难做到。AI 的 integration 上面，其实 Palantir 现在目前是做的比较前面的，因为等于它可以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系统，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甚至不是在数位的数据，它都可以。就刚讲的非结构化的数据，也可以把它加进来。对，所以在其他的公司可能有时候会需要，像我们以前有些公司，我们在做系统转换都需要动不动就2年，对，旷日费时，就顾问一直跟在你旁边。对，顾问。
讲了。我们从下面这个客户数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例证，也就是新的平台 Foundry 商业客户的客户数量年成长率是55%，它甚至高于它的收入，这代表就是这个需求应该会有一个爆炸性增长的一个趋势。那为什么你客户增长跟收入增长没有一样？因为要先让大家体验一下，体验价，其实是体验价，用一些小的案子，先让这些客户先尝到甜头，尝到 AI 的魔力。对，随着时间推移呢，你就会慢慢在上面加更多的 module。第二，我们从营收的表现来看一下，我们9月初公布了第二季营收是6.7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7%。同时间你可以看主要的增长其实来自于美国商用的销售额，商用涨了55%，那美国政府其实也 OK， 涨了24%，增长是非常强劲。所以回来我刚刚班杰明的问题，应该是一个蛮有潜力可以关注的好公司。那好公司其实不一定代表是一个好股票、好投资标的，对，它是一间好的投资标的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现在目前的股价，就是假设我们截至10月15号，目前 Palantir 的股价今年至今上涨了153%。哇，比 NVIDIA 还多哎，所以它的市值营收比是35倍，本益比250倍，所以现在它是几乎是标普500里面中相当昂贵的股票。但是呢，前面有说嘛，因为老板是邪教人物嘛，所以大家是有信仰，它就是特斯拉、GameStop 这种一样，就是信仰支撑着它的股价。市值营收比是35倍，它的其中一个竞争对手是 Salesforce，Salesforce 历史以来它的市值营收比都没有超过14倍。所以35其实是相当高的一个数字，所以给大家一个数据上的参考。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表格，我们就想说它看起来很有潜力，我们就直接跟 NVIDIA 来做个对比。其实它现在市值营收比跟 NVIDIA 已经非常接近，35倍。不过呢，如果我们往上看一点，目前市值来说，基本上在 NVIDIA 面前，它就是一个小弟弟，它的增长率也是一个小妹妹。然后往下来看呢 ，P/E ratio， 你觉得 NVIDIA 很贵了吗？对啊，它 P/E ratio 250倍，然后 NVIDIA 也64倍而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它的盈利能力，除了营收成长、盈利能力嘛，所以 NVIDIA 还是很恐怖的，62%。对 ，Palantir 其实是37%。最后两个直接帮大家算出来，就是 Coach 这一版本的合理的内在价值。对，所以 Palantir 是大概25，NVIDIA 是113。根据最新的财报啦，现在的股价呢 ，Palantir 是42，NVIDIA 是137，其实都比股价高。对，不过按照前面整体来说，当然是 NVIDIA 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标的。如果你要比这两个的话，但是好 ever 这么对，现在其实是数据中心的高速增长期，所以 NVIDIA 就是一个爆炸的状态。对，现在就是在这样。过去18个月就一直在爆。假设到现在变成企业 AI， 就是所有企业开始想通了，要赶快投资的话，有机会下一波爆炸性增长，其实就是企业 AI 这个领域。那 Palantir 假设接下来18个月跟 NVIDIA 过去18个月一样，爆炸性增长，内在价值有可能会到80块。哎呦，就是如果按照这种比较 crazy 的算法，我们这个频道的个人看法啦，就是不代表任何专家的意见，有一些想象力，用想象力去估的话，Palantir 现在目标还是在美国，因为它其实很政府导向嘛，政治因素其实决定它商业扩展一个很大的背后的考量。基本上现在跟美国政府合作，可能它接下来的他就不会去拿俄罗斯政府的订单，就是不会去拿成中国政府的订单，对，它就变成伊朗政府、美国再加上美国的盟友的政府或公司，对，这可能会限制一些它的发展的潜力。好了，说完 Palantir 的故事，希望大家对于投资 AI 报酬率有一个不同的见解。因为我们了解到企业 AI 有可能带来的潜力，以及可以帮助整个企业的获利或者增长提供非常大的助力。好，希望以上内容对大家投资 AI 领域有帮助。喜欢的帮我们按个赞，0.3秒按个赞啊，让我们有动力能够继续跟大家分享美股啊或是 AI 股票相关的资讯。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啦，拜拜。